好，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浩哥要为我们介绍什么商品？因为那个之前他的我昨天发现就是他的本来是法国限定的，叫法国之花，法国之花已经开放了，已经开放了。对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暖身一下，好，暖身一下，介绍一下它比较不为人所知的，叫做香橼古龙。香橼古龙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一支非常棒的商品。那也许它在MP 家的重系列里面，真的是比较低调，而且不为人所知。没有跟你一样，对，所以真正低调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低调一下，让它变得高调一点。高调一点，对，让介绍给大家了哈。香橼古龙，顾名思义，它当然是一个以古龙为名的，但是因为我个人觉得，我今年买了很多古龙，然后觉得它还是会跟一般的所谓的香橼古龙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它第一个它没有意大利的柑橘调这么的辛辣，这么辛辣，那它比较温和一点，然后因为它后面有加了一点所谓的马黛茶，但是它的茶不是那种发酵的。或是一杯非常浓的马黛茶，它不是，它是一加进非常清爽的马黛茶，马黛茶。那而且这个茶在这整支古龙水的表现其实是非常棒的，因为它不会抢去了整个古龙的风采，那也会让它跟一般的古龙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好吧？好，来试。香橼古龙，这边好。那个学姐来试一下香橼古龙。哦，换名字了。香橼古龙，嘿。对。你怎么换名字了？它本来是讲叫柠檬古龙，但我觉得它不是柠檬。我喜欢用香橼古龙。它是香橼。对。然后它其实一开始，我先说一开始闻到的味道是佛手柑。对。浩哥呢？现在闻到的味道，我要替他证明一下，不叫佛手柑，叫香橼，是香橼。所以才叫香橼。波格蒙就是香橼的意思 ，Cedra。OK， 好。我有闻到马黛茶，我认真闻，我闻到马黛茶，对不对？它其实，我有闻到。它这真的是一支非常独特的古龙，那它有它自己的风格在里面。那当然一开始可能就是香橼啊、香柠檬之类的，这个开头，因为基本上叫古龙的，我相信都是以这个比较讨喜的开头，清爽感的对，去做一个开场。那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像现在还是秋老虎的天气，还是有点闷热，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这个，香橼古龙，好，然后中间就会有一点点粉色胡椒啦、黑胡椒，稍微有一点辛辣的香材在里面，对，去提味的感觉。对，它只是提味，但是不会整个让这支古龙水太刺激。但是不要，因为我们都用古龙的叫，但是它还是个 EDP， 它的浓度还是 EDP，对。它只是要强调它的古龙是指清爽的感觉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因为古龙其实有个好处，因为像我自己在用香水的时候，古龙我只要看到古龙，基本上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拿起来。乱喷，对，乱喷。然后这个可不可以喷15下？你觉得这个可以？你试试看啊！昨天是我，今天换你，快点。我怕老板看到片子会昏倒。OK 啦，来，15下，15下，好，我在那边示范给大家看15下，15下，好，15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15，酷，觉得怎么样？你这个要喷15下，我已经喷15下，我觉得会花姐，我又回击好不好？整个火都熄灭了，很凉对，好凉哦，好洗澡哦。觉得如何？15下真的很清爽的感觉。但是它其实香不会到非常扰人呢，它就是那种可能要靠近你才会闻到，对不对？学姐，你们那边有闻到很浓的味道吗？手上有啊，所以对，不太闻到。15下不是，15下真的要看香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还是太多了，都可以的，我必须要说对。
，MP 它的浓度还是很高的，它是对淡香精，对，它是淡香精。对，那 OK 整个让我又觉得啊，真的是下降了2度，真的下降2度，有点像洗澡的感觉，用香水洗澡。但是老板看到可能会杀死我，对，老板应该不会看到这么后面啊。它有的真的是我们平常喝的那个茶的清爽感啊，去油腻的感觉啦，应该讲去油腻。有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现在在闻啊，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只有清爽，不会，它是中间还带有一点点苦吗？苦干的那一种感觉。因为黑胡椒啦，有那粉色胡椒啦，哈。那其实这个马黛茶真的，我必须讲是新鲜的茶啊，因为我们其实看到，我们每次看到马黛茶都一定讲的它是个非常厚重的味道，其实没有，因为马黛茶也可以用到所谓的夏天的香调里面。那这种新鲜的，让你有是茶叶的香气，好茶叶，但是却没有那种泡了一杯大浓茶那种冬天应该要有的出现温暖感，它没有，它其实还是非常 fresh， 非常清爽的一支香水。我觉得在感官上面啊，马黛茶因为它本身带一点苦感，所以会让你觉得就是更有那种就是提振清爽，把这个清爽度拉升的那种感觉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不要以为只有它的橙花是一支非常适合夏天用的香水，其实香橼古龙，而且我觉得女孩子也可以啦。这因为没有人会讨厌茶吧？因为我是觉得没有人会讨厌茶，尤其是这种新鲜的茶叶啦。对，啊，新鲜，它的这是强调一点，它的茶不像所谓我们去便利商店买的罐头茶不一样，饮料的味道完全没有这里面，完全没有在里面。它呈现的是一个高级的而且新鲜的马黛茶的感觉。茶香感其实还蛮浓的哎。对啊，好。因为有的人都觉得它可能就是古龙，就是柑橘调，其实没有。它在所谓的那些甘宁的香材跟茶做了一个 NP 嘛，因为NP 最擅长的就是在简单的香材里去呈现一种它的调和的美感。那所以它没有太多的香材，但是它可以把这个香水处理得很好，柔香揉得非常棒。对，它把它单一的这个特色处理得很好。对，所以它为什么会每个香材都只有一支，不会有太多，让你应该讲选择困难了。所以它其实是个我自己本身也很爱这个牌子，我已经买3支了吧？对，3支了。了解。那豪哥会把这个香水呢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我们就是这个上班说一下，非常适合。那如果晚上出去，如果像现在晚上稍微有点凉，但是不是太冷，你还是可以用这个，因为我觉得亚洲人一定都非常喜欢所谓茶的味道，而且是新鲜的茶，新鲜的茶，跟那种有烟熏感的茶真的是不太一样啦。它在热的时候也可以喷，冷的时候也可以喷，对，所以其实不会说很看天气啦，不对会说就是很热或是很冷的时候不适合这样子，对，都 OK。它不是像那种什么俄罗斯茶，那是一个很烟熏、很浓的茶，那可能冬天了，对。对，好，它所以如果你像我之前也拍过一支 LV 的嘛，LV 的它里面也有茶，其实它都是大概，我觉得在那一瓶可能要1万块，但是这一瓶可能不用了。但是我觉得两者的表现差别并不大，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今天拍片的时间顺便试了这支，我觉得其实它 CP 值还蛮高的，对，CP 值还蛮高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瓶子，它是这一支Cologne，对，这支香橼古龙，香橼古龙，对，好哟。那好，那我们的前调，对，先到，让我消化一下15下，好吧？让我消化一下15下。待会晚一点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补一下后调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回来后调了。回来后调。对。那个香橼跟所谓的中调，我们因为今天真的等得够久，好，我们今天等了大概等后调等了差不多快1小时了。有快1小时了。那现在香橼的味道跟中段的粉红胡椒跟黑胡椒的味道慢慢下来了，然后
跟马黛茶新鲜的马黛茶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融合。我觉得在你身上应该会表现得更明显一些。对，因为你刚喷了15下。对，因为我刚刚测试15下，千万不要跟老板讲。你现在有晕香吗？没有，请不要在下面这一篇上架的时候，不要在那个影片下面跟老板讲说什么豪哥喷了15下，知道吗？好，那现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融合啊。那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中性，而且可男可女。那基本上都是一个让人舒服跟愉悦的味道，好，舒服跟愉悦的味道。那因为这个牌子目前也没有代理啦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南京西路来做一个试闻。好，来做一个试闻。OK， 那你现在后调，现在目前闻到什么味道？直觉的闻的时候，其实是舒服的茶味，舒服的茶味，对，比较明显了哈。那因为它的马黛茶真的是新鲜的，我必须说是非常新鲜的。那跟中调的辛辣调跟前面的香源，现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。那经过这个揉香之后，它揉香揉得非常好。那现在散发出来的都是，我觉得茶香蛮多的。对，茶香蛮多的。前面的酸跟我觉得那个苦的感觉已经几乎就是比较淡了。那因为古龙水大部分都是很单纯的，就是香那个柑橘调啊，然后最后通常都是会檀木麝香结尾，但是它很特别，它是用茶去做一个结尾，马黛茶新鲜。对，基底最后后调一直持续下去的部分是用马黛，蛮特别的。对，那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古龙香型。是。那如果以这个香型来讲的话，我直接评分好了。好，请问你会给他几分？我会给他10分啦，我会给他10分。对，因为我老实说，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茶的香水，因为我天天早上都在喝茶，就觉得没有比那个更新鲜的。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新鲜的茶叶，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、好闻的，那会让人家愉悦的。那因为我很不喜欢那个一般他们调出来的茶都是，我是觉得太浓了啦。因为我们其实喝茶没有喝这么浓啦，不会喝这么重的味道，清香一点，对，都比较清淡一点，因为我们都是不会泡那么重了，应该讲不会泡那么重，我们都是喝薄薄的这样，所以其实这支就有点像那个平常我们在喝的，有那个东方茶的感觉，有那个东方凉茶的感觉，对。好，那新弟给他几分？我也是10分。你也是10分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支跟我之前想象它是柠檬古龙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名称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这一支柠檬古龙，感觉好像就只有柠檬的香气而已，就比较平淡一点。对，好像因为一般我们对柠檬的感觉好像就是比较很容易散去味道啊，然后持香比较不久。可是这支不会，我觉得这支，而且将它的这个整个的。应该说它的前中后蛮有变化，它不会只是一开始的那种柑橘柠檬啊，或是古龙那种感觉而已，它还有后调蛮持久的。因为一般的古龙大概就是走到现在大概都是剩檀木啊，一点点木质调，然后麝香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后面有马黛茶这个部分还蛮让人家惊喜的。对，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就散掉，当然。也有可能跟我喷了15下还是有一点关系，对。但是它其实还蛮显香，以古龙这个香型来讲，它其实非常显香。所以重点是，如果你想要一支古龙，但是不是这么单调乏味的，我可以建议你其实试试看。对，NP 家的香源古龙，它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对，有那种余韵甘醇的感觉出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豪哥介绍这支好香给大家。拜拜。拜拜。